大婚前夕，我被燕北恒的仇家绑走，九死一生逃回来，却碰见燕北恒在陪苏婉月定做嫁衣。为了搞砸婚礼，小侯爷不惜命山匪掳走莫云烟。现在满京都都在传莫云烟这个才女婚前失贞，也是侯爷你安排的吧？只有如此，她才能心甘情愿为妾。我心如死灰，回家跟父母说明真相，要去退亲。燕北恒却带着人大张旗鼓堵在莫府门口。云烟，你虽然已失清白，但我不忍弃你。3日后我与婉玉大婚，会一同迎你进门，做我的妾室。真是教女无方！堂堂才女婚前失贞，侯爷真是情深意重啊！母亲，百姓全都赞叹燕北恒情深意重，母亲被气得一病不起。莫家从百年簪绫世家，成了满京都的笑柄。如此甚好，等他入府后，便不会仗着家事为难婉玉。我答应婉玉让她做最尊贵的侯夫人，自然得为她扫清障碍。夜里，父亲把我叫到书房。云烟，太子已和皇上求娶你，皇上允了，如今就看你的意思。旁的你不必担心，我莫家世代簪绫，加封端方为士林表率，绝不是燕北恒恶意制造谣言就可磨灭的。女儿愿嫁。太子将婚礼定在3日后，你好好休养，等着出嫁就是。如果当初不是我执意拒绝入东宫，要嫁给燕北恒，也不会让自己和家族陷入如此境地。一个妾室竟敢用正妻之礼筹备婚事，当朝太傅连礼义廉耻都不懂吗？难怪教出来的女儿婚前与飞土私通。第2日，我刚准备去退亲，就见苏婉玉指挥着仆从把鸡血洒到我家门口的红灯灯笼上。太傅太过分了！莫小姐不安分，打着才女名号勾搭权贵，活该被山匪注意。都给我住手！以前我唤你云烟姐姐，可以后你是贱妾，我是主母，你有什么资格指挥我？苏婉玉，这里是莫家，就算你要嫁给燕北恒做正妻，也没资格到这里撒野。燕北恒带着侍卫从人群里走出来，一副要给苏婉玉撑腰的架势。谁说婉玉是来撒野的？她作为侯府未来主母，教导不知礼孝的妾室，合情合理。我乃太傅之女，给你当妾。燕北恒，你真当你们定国侯府能力大到能盖过皇权？太傅之女又如何？你名节已毁，难道还痴心妄想做正妻？燕北恒，我莫云烟就算死，也不可能给你做妾。侯爷，他自视甚高，恐怕以后就算入府为妾，也会处处压着我。是该好好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来人，把我给莫小姐准备的妾室喜服拿来。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燕北恒，你要做什么？世家小姐失了真心，又被未来夫婿当街扒衣，还不如一头撞死。就算不死，此等下作女子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莫家世代簪绫，就被这样一个不要脸的女子给毁了。妾室就要有个妾室的样子，在我侯爷面前放肆，是想被卖去青楼做妓不成？我愤怒挣扎，苏婉雨扬起手，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妾室需每日给侯夫人请安。我的头被按在地上重重磕了，刚抬起来，
一碗滚烫的茶就塞到我手里。给侯夫人敬茶。茶杯滚烫，我本能的松开手，茶杯打碎在地，冒着热气的茶水瞬间洒在了我的双手上，烫红了一大片。小侯爷，看来云烟姐姐是不满做妾，是我不该跟她抢正妻之位。莫云烟，婉玉好心给你机会教导你规矩，你竟如此不识好歹！燕北河，我爹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敢提太子？你污了太傅府门楣，太子不把你抓起来沉塘就不错了。小侯爷，他恐怕是不服，看来只能让他去游街示众，他才能明白自己的错。我还想说什么，滚烫的热水又一次浇到我手上，我的浑身顿锁，只能恨恨地瞪着眼前的两人。莫云烟，你还敢用这样的眼神吓唬婉玉，该罚！来人，给莫小姐挂上牌匾，去游街！去游街！我不敢置信，来不及质问，脖子上就被挂上一个写着我是不洁贱妇的牌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指着我身上的牌子议论纷纷。纵然我与你有情分，可我绝不会偏袒。今日我就让整个京都的人瞧瞧，不敬主母的不贞者是何下场。我双手被烫得满是水泡，根本无力挣扎，我只能穿着那身妾室喜服，在大街游走。云烟姐姐，失贞是你自己不检点，侯爷良苦用意替你纠错，你可一定要心怀感恩啊！燕北河，你会？姐姐还真是不长记性，你是贱妾，怎可直呼小侯爷名讳？我头晕目眩，直接跌坐在地上。他怎么了？回小侯爷，许是耍懒，故意做出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燕北河，我爹是太傅，我曾是皇上钦点的太子妃，为了你，我拒绝入东宫，你怎可如此对我？一个婚前失贞的贱人，还敢污了太子之名！侯爷，我听闻坊间有一种专治痴心妄想女子的手段，用洗不掉的药水在他们脸上写下娼妇二字，让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既然如此，就给他用上，省得他还在做什么太子妃的梦，让太子知晓，还会连累侯府。莫云烟，你是才女又怎么样？在小侯爷心里，我才是最重要的。我趴在地上，无力反抗。姑不过是去搅了个匪窝，那个活腻了的，敢羞辱姑的太子妃！太子妃？莫云烟什么时候成了太子妃了？她不过是个失贞女子，太子怎么看得上她？更何况当初她还拒绝嫁给太子，让她入侯府为妾，都是抬举她。参见太子殿下。云烟，太子殿下，我靠在他怀里，视线被额头流下的鲜血模糊。这样一场闹剧之后，我与顾长谦的婚事恐怕也不能继续了。你我之间无需言辞，婚事我回禀明父皇推迟，你安心养好身体。婚事，太子殿下，你和这个贱妾，你叫姑的太子妃什么？
云烟乃当朝太傅之女，也是孤即将迎娶的太子妃，是你能随随便便攀污的？太子殿下，这个贱人已经被山匪污了清白，你千万别被他骗了。苏婉玉，你可知对太子妃不敬是何罪？轻则杖责，重则削爵、抄家。苏婉玉身子一软，直接跌倒了地上，方才脸上的傲慢全然不见。殿下，婉玉乃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堂堂太子怎可威胁命妇？燕北衡，你的丈姑自会跟你算，你可有什么要说的？燕北衡薄唇紧抿，一言不发。此刻他恐怕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那4人正是掳走我的山匪。想到燕北衡对我做的事情，我本能地攥紧了拳头，可却因此碰到了手上的烫伤，钻心刺骨的疼。云烟，你忍耐一下，我这就带你去找御医。你的清誉我也会还给你，欺负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莫云烟到底什么时候勾搭上太子的？小侯爷，太子肯定会为了他为难我们的。若是被爹爹知道这些事情，恐怕我会被赶出苏家。苏婉玉乃镇国将军的庶女，在苏家不受宠。莫云烟当初为了我拒绝嫁给太子，她心爱的人是我，绝不可能轻易变，肯定是因为我要娶你，故意和太子勾搭到一起，想以此来气我。事已至此，我只能让她以正妻嫁入侯府，让她消气和太子彻底断了。他做正妻，那我怎么办？说我为妾，以后岂不是得日日看着他脸色过日子？傻玉儿，他怎么能跟你比？就算让他做正妻，也只是空有头衔。你是贵妾，以后侯府中队也都交由你来打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让太子为他出头。至于其他，进了侯府就由不得他了。我就知道小侯爷对我最好。这是多大的仇，才将人弄成这样？听到这话，顾长青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冷了。吴太医，云烟能否治好？会不会落下隐患？回禀殿下，这伤老臣还是能治好的。那就好。我醒来时，他正坐在床边，目光复杂地看着我。我有些恍惚，想起昏迷前发生的事情，眼眶不自觉地红了。云烟，你醒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受这些委屈。多谢太子殿下。不必如此生疏，你跟小时候一样，叫我长青哥哥就行。幼时我爹教顾长青功课时，总会让我一同学习。我好奇地问顾长青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顾长青，我便跟在他屁股后面叫长青哥哥。殿下乃君，臣女为臣，身份尊卑不可乱。可我们现在不只是这样的关系，我为夫，你为妻。我没想到发生这些事情，顾长青还要娶我，毕竟太子妃代表着皇家。我在街上被人如此羞辱，已是损了皇家和墨家的颜面。纵然这桩婚事被取消，我也无法去埋怨顾长青。你好不容易答应嫁给我，难道现在要反悔不成？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不是的，殿下，我只是觉得如今的我若成了太子妃，只会让你面上无光。我面上的光，我自己会挣，不需要牺牲我的妻子为我做什么。哎呀，太傅不必多礼。妍儿，墨家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被捧在手心，摔破点皮，父母都会心疼。如今这副样子，我进宫上朝，燕儿就成了这副模样，燕北衡太过分了。太傅不必动怒伤了身子，燕北衡所做之事，孤会彻查严惩，定会还云烟一个公道。只是云烟如今身上有伤，我们的婚事得往后退了。老臣在此多谢太子。我与顾长青毕竟还没有成亲，父亲还是把我带回了墨家。为了不让母亲的身体更加遭罪，父亲让全府上下都把这件事瞒了下来。但没想到，当晚燕北衡就直接翻墙来了我的房间。燕北衡，
滚出去！别闹了，明日成婚，你为正妻，婉玉为妾，消消气。他是我昔日的英雄，让我拒绝嫁入东宫，怎料救我的人，如今要亲手毁了我，终是我眼瞎。我不知道你心气如此大，知道我要娶婉玉为妻，竟然要嫁给你不爱的太子。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以后你为正妻，婉玉为妾，只要你们好好相处，我不会亏待你的。我放了你，你别叫行吗？燕北恒，你把我莫明烟当什么？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到现在你还想让嫁给你？怎么？怕太子问你的罪？我都已经低下头来跟你求和了，你还要怎样？难道还想让我跪下来求你不成？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我只恨自己瞎了眼，没有早点认清你的真面目。燕北恒，你记住，是我莫云烟不要的你，你这种恶心的男人配不上我。莫云烟，别给脸不要！婉玉已经委屈为妾，你还想怎样？满京都皆知我身份高贵，苏婉玉拿什么跟我比？燕北恒，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我就叫人了。你叫啊，让太子来看看你半夜私会男人，看他还会娶你吗？谁告诉你，姑不会娶她？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是顾长青。燕北恒，谁给你的胆子夜闯莫府？你真想拉着整个定国侯府陪葬？若不是看在你已故父亲的面子上，姑早就把你送进大狱了。我父亲是皇上亲封的定国侯，13岁就跟着还是皇子的皇上驰骋沙场，替皇上挡过3次剑，2次在暗杀中救了皇上，有着从龙之功。太子殿下如今还只是太子，不是皇上，没有将功臣之子送进大狱。来人！定国侯夜闯莫府，居心叵测，送去宗人府。顾长卿，你怎敢？姑是太子，有什么不敢？我被刚才的一幕惊出一身冷汗，好半天都没缓过神来。别怕，没人会伤害你。燕北恒毕竟是定国侯，殿下这样恐怕会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燕北恒的父亲虽然已经死了，但以前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还在朝中，定然会替燕北恒鸣不平，严重恐怕还会危及他的太子之位。若我连自己爱的人都护不了，要这太子之位有何用？可是，你说什么？若我连自己爱的人都护不了，要这太子之位有何用？顾长青说他爱我，选我做太子妃，不只是因为家世，他心里有我，所以才会在大婚前带兵剿匪，又在擒住土匪头子和绑我的土匪后，快马加鞭地赶回来。殿下，我的情意你知晓就行，不必着急做出任何回应。你只要知道，以后我会护着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我在。我好久才回过神来，说不感动是假的。殿下，云烟配不上你如此深情。怎么不配？你10岁就是名满京都的才女，若你不配，天下女子就没有配得上这太子妃之位的了。好好休息，等你伤好了，我们成婚。小姐，吓死我了！燕侯爷的胳膊血淋淋的，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心中无法平静罢了。想到这些事情，我心中不免更加担忧。如果因为我的事情连累了顾长新，那我真的无脸见我爹和他了。可是这些你不用担忧，太子自然会处理好。你让小翠给你换好衣服，随我走。等到了地方，我才知道顾长青是特地让我爹带我来天牢，看他审问燕北恒和苏婉韵。云烟姐姐，你让太子殿下放了我们吧，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不敢跟你争了。莫小姐是位未来的太子妃，身份尊贵，凭你也配跟她说这种话？还疼吗？不疼。说来也奇怪，不知道吴太医给我用的什么药，这伤的疼痛好了许多。燕北恒，你串通土匪绑架太傅之女，又当街侮辱，你可知罪？顾长青，你滥用太子之权，公报私仇！
你就是恨我得到了莫云烟的爱，恨她为了嫁给我而拒绝做你的太子妃，连太子妃之位都无法打动她，可见她有多讨厌你。燕后全身上下就剩嘴最硬，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顾长青一连抽了燕北恒10几遍，燕北恒从最初的叫骂到后面连声音都快发不出来了。我要见皇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放过我吧。云烟，你说要放过他吗？用鞭子抽不适合对女子。想到苏婉玉对我做的事情，我的心中涌起浓烈的恨意，索性把自己受过的委屈全都讨回来。不如就在他脸上写下去不掉的字，再把他卖到青楼去，这样将军府的门楣也不至于被他给污了。我想苏将军肯定也能够理解的。你啊，就是太善良了。从天牢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那些被刻意压抑的恐惧与屈辱，在仇人得到应有的报警后，如潮水般反噬而来。顾长青日日守在我的床边，亲自喂药，细心照料。待你病愈，便是我们大婚之时。而燕北恒与苏婉玉的最终判决也下来了。苏婉玉被毁去容面，迈入了最低等的官妓坊；燕北恒则被废去爵位，流放3000里，永世不得回京。行刑那日，京城10里红妆，鼓乐喧天。我凤冠霞帔，嫁入东宫，成为大夏朝最尊贵的太子妃。盛大的婚宴之上，宾客如云，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前来道贺。我挽着顾长琴的胳膊，接受着众人的祝福，脸上是得体的微笑，心中却是一片平静的空渺。臣妾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姐姐。直到一道尖锐又含着笑似的声音响起，我抬眼望去，正是二皇子妃刘如梅。她那双眼睛里的轻蔑，怎么也藏不住。哎呀，太子妃姐姐真是好福气，经历了那样的波折，竟还能得太子殿下如此垂爱，荣登太子妃之位，可见殿下对姐姐当真是情深意重，不计前嫌的。他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几道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二皇子妃似乎对姑的家事很感兴趣，姑与太子妃情投意合，乃父皇亲赐的婚事。怎么，二皇子妃是在质疑父皇的眼光，还是觉得东宫之事需要向二皇子府报备？臣妾不敢，臣妾只是为太子妃姐姐高兴。不敢，姑看你胆子大得很。太子妃是姑的妻子，是父皇亲封的未来国母，何时轮到你一个侧妃在这里说三道四？周围的宗亲命妇们纷纷低下头，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看着挡在我身前的顾长琴，那宽阔的背影仿佛能为我挡下世间所有的风雨，心中一暖，原本的紧张与不安尽数化为安定的力量。莫云烟，你别得意，嫁入皇家可不是结束，太子妃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今日去凤仪宫，万事有我。天色微明，我便在宫人的伺候下起身梳妆。顾长青亲自为我戴上凤钗，铜镜中他眼底的温柔缱绻几乎要将我溺毙，可心中却清楚，有些路必须我自己走。凤仪宫内早已是寂寂一堂，皇后端坐于主位，面容保养的得意，只是眼神中那份久居上位的审视让人无所遁形。她的下手边赫然坐着二皇子妃刘如梅，正得意洋洋地朝我看来。晨曦莫云烟，参见母后，母后万福金安。都说太傅之女是京都第一才女，知书达理，这规矩礼数果然是极好的。母后谬赞，只是这话听似夸赞，却将我捧得高高的。茶盏重重搁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敲在殿内每个人的心上。女子之德，首重真敬。云烟，你嫁入皇家，便是东东主母，未来更是一国之母。你过去那些沸沸扬扬的传，皇家不能不看重，你明白吗？是啊，太子妃姐姐，母后也是为了你好。外面的人不懂事，胡乱编排，可咱们自己人得把规矩立起来，免得日后有人拿姐姐的过去说事，影响了太子殿下的声誉。这就是他们准备好的下马威，进行一场公开的羞辱。晨曦明白，过去种种皆是晨曦遇人不淑，所幸得父皇与殿下明鉴，还晨曦清白。日后晨曦定当谨言慎行，侍奉殿下，孝敬母后。
绝不负皇家所托。云烟，你既有心意，本宫便安心了。只是你名节有损，一身晦气。今赐你女戒，带回东宫手抄百遍，早日涤净自身。此话惊杀众人，此书令抄百遍，哪里是教诲，分明是折辱，全然否定我太子妃的身份。我深吸一口气，我若拒绝，便是不敬皇后；我若接受，便是承认自己身染晦气。这是一个死局。臣协谢母后教诲。回到东宫，顾长新一眼便看到了我手中捧着的女戒，他脸上的温柔瞬间凝结成冰。他竟敢如此辱你！嫣儿，姑去找他理论，姑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羞辱你，就算是母后也不行。殿下，您若现在去了，只会落入他们的圈套。这是我的战场，若连这点风浪都经不起，我又如何配得上您的誓言？可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顾长青眼中的怒火并未因我的话而熄灭，反而燃烧得更旺。那是一种混杂着心疼与自责的火焰。长青哥哥，你已经为我做了太多，可这深宫内院的案件，却是我必须学会自己去闪躲，甚至反击的。否则，我永远只能是躲在你羽翼下的雏鸟，而不是能与你并肩齐飞的凤凰。好，姑听你的，但你要记住，东宫永远是你的后盾，姑永远是你最锋利的剑。皇后赐下女戒一事，终究是没能瞒住。短短3日，整个京城便传遍了，流言如插上了翅膀的毒虫，从深宫飞入寻常百姓家，变得愈发不堪悦耳。最初只是说太子妃德行有亏，被皇后娘娘责罚，很快就演变成了不节之师魅惑储君，惹怒中宫，被勒令抄书赎罪。更有甚者，城中最大的书铺竟连夜赶制出了一本名为《痴傻才女错嫁郎》的画本，虽未指名道姓，但里面那个被未婚夫设计失真，又靠着几分姿色攀上高枝的太仆之女，明眼人一便知影射这个是谁。娘娘，这实在是欺人太甚，这分明是二皇子妃他们在背后搞鬼，想要彻底毁了您的名声。堵是堵不住的，他们既然想把这件事闹大，那我便搭好台子，请他来看个够。里面的字句极尽污秽，将我说成了一个攀龙附凤、不择手段的荡妇。嫣儿，姑已下令禁了那画本，城中所有说书人再敢提及此事，一律下狱。殿下，您能堵住说书人的嘴，却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强权能压制一时，却无法真正赢得人心。我要举办一场茶会，以我东宫太子妃的名义，邀请京中所有3品以上官员的家眷贵女前来东宫赏花品茗。茶会的主题便是女子之德，在心不在行。他们不是说我德行有亏吗？我便要当着全京城贵女的面，与他们好好论一论，何为真正的女子品行。我曾是京都第一才女，诗词歌赋是刻在骨子里的骄傲。燕北衡他们能毁我名节，却毁不掉我的才学与思想，这才是我最强大的武器。好，姑让内务府全力配合你，要办就办成京城最盛大的一次茶会，让你更好。隔日，数十份由太子妃亲笔书写的请柬如雪花般飞入了京中各大府邸。哦，莫云烟还敢自己搭台子，他以为凭他那点才学就能洗白自己，真是天真。告诉太子妃，本妃一定准时到场。我倒要看看一个失贞的女人如何当着满京贵女的面为自己的德行辩白。这一次定要让她在自己搭的台子上彻底身败名裂。东宫的百花园内，名花姹紫嫣红，我端坐于主位。今日京中贵女齐聚于此，她们的眼神却如探照的灯火，充满了审视、同情与更多藏不住的幸灾乐祸。二皇子妃到！太子妃姐姐真是好兴致，不过姐姐提出的女子之德在心不在行这个令题，妹妹可是好奇的很。若连身体的清白都保不住，这心中的德行又从何谈起呢？莫不是姐姐想为天下所有德行有亏的女子另立一套说辞？这话说得极其歹毒，几乎是撕开我的伤疤，放在众人面前公然羞辱。园中瞬间一片死寂。二皇子妃说的对，也不对。礼记有云：德者，本也。贞洁固然是女子美德的一部分，但若将德与一层薄薄的行画上等号，
未免太过浅薄。一位将军夫人，城破之时为护城中妇孺，不惜自毁容貌。她身形不洁，可谁敢说她心中无德？有高门贵女为保全家族远嫁蛮夷，她的遭遇坎坷，可谁能否认她品行高洁？与之相反，有些人虽为处子之身，心中却充满嫉妒与恶毒。请问二皇子妃，这样的完璧之身与高洁品行又有什么关系？女子之德是胸有丘壑的智慧，它不是易碎的瓷器，被恶人碰一下就一文不值。它是一块百炼的金刚，越是捶打越是锋利，是一颗深埋的种子，纵使被污泥包裹，也终有冲破黑暗，绽放于天光之下的那一日。今日论德，是我抛砖引玉，看来二皇子妃对德的理解还需多读读书才是。这场茶会以我的全胜告终，刘如梅几乎是落荒而逃，贵女们眼中的轻蔑，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思索，甚至是一丝由玩而生的敬佩。回到店内，我展开纸条，上面只有寥寥数字，却让我瞬间如坠冰仓。小心定国侯府救人。指尖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上面的字迹犹如淬了寒冰的利刺，扎得我掌心发凉。定国侯府救人，他们蛰伏在暗处，如同伺机而动的毒蛇，只待一击致命。我的太子妃果然是天下第一的才女，一番话博得二皇子妃哑口无言。如今整个京城的贵女圈都在称颂你的气度与才识，我却笑不出来，将那张纸条递给了他。看来扳倒一个燕北衡还远远不够。燕儿，你放心，无论他们想做什么，我都会护你和太傅周全。果不其然，第二日天还未亮透，一道惊雷便在朝堂之上轰然炸响。陛下，臣督察院御史王承恩当庭弹劾当朝太傅莫远山。臣有本启奏，此书思想离经叛道，质疑君权神政。莫远山身为帝师，竟私下引用禁书，更有亲笔批注，此等动摇国本之嫌，满朝哗然。莫远山教女无方，致使其女莫氏品行不端，闹出震惊京城之丑事，此乃上梁不正下梁歪。恳请陛下严查莫远山，罢其官职，以正朝纲。消息传回东宫时，我正临摹的字帖上，一滴浓墨轰然落下，污了整张宣纸。我明白了，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杀招。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我的父亲，是要釜底抽薪，斩断顾长青的左膀右臂。王承恩不过是二哥的一条狗，父皇虽未立刻定罪，却也下令三司会斩，暂时革去了岳父太傅之职，在家中听候审查。那本书，父亲真的用过吗？岳父为人，我最是清楚，他忠君爱国，绝不可能用此等大逆不道的书籍教导学生。问题就出在那本书上，他出现的太巧，证据也太完美了，我们必须查清他的来历。嫣儿，你不该来的，东宫才是你现在最安全的地障。父亲，女儿想知道那本《问天杂览》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本书确实是我的东西，但那是我20年前的旧物，早已在火中烧毁。如今它重现天日，嫣儿，这背后藏着一个惊天阴谋。父亲的话如同一盆冰水，浇得我四肢百骸都泛起刺骨寒意，分明是一张精心编织、等待了20年的索命罗网。父亲，您确定那本书已在火中焚毁，世上再无第二本？那本书的纸张、墨迹，乃至我当年的批注风格，都做不得假。唯一的可能，便是在那场小火之前，就有人复制了它。复制？谁会有如此深的心机，在20年前就布下这个局？顾长青尚未安寝，正坐在灯下，手中拿着的赫然便是那本《问天杂谈》的誊抄本。嫣儿，你看，王御史在朝堂上只说此书思想离经叛道，却隐去了最恶毒的部分。顺着他的指引看去，只见连在一起，
赫然是4个触目惊心的大字“皇权更迭”。我的呼吸猛地一滞，一股寒气从脊背直冲天灵盖。这已经不是学术污蔑，这是谋逆。他们的目标是你。是。岳父是我的臂膀，你是我的软肋。先断我臂膀，再用谋逆大罪将我这太子之位彻底定死。好一盘棋，好一个连环计。东宫之内，气氛压抑的仿佛凝固。这是一个死局，除非我们能证明这本书是伪造的。我拼命地想抓住些什么，想从记忆的尘埃里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长青哥哥，我想起来了。燕儿，你想到什么了？那本书，小时候我见过。我猛地坐直了身子。那年我才5岁，贪玩跑进父亲的书房，不小心打翻了墨汁，正好溅在那本书的封皮上。父亲笑着说：“这朵墨梅开得别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朱砂是父亲用西域进贡的赤血石磨的，颜色比寻常朱砂要深沉许多，带着一丝极淡的金色光泽。王御史呈上的那本证物，有这朵墨梅和朱砂花蕊吗？没有。那本书的封皮干净无瑕，岳父用赤血石磨上，知道的人屈指可数。而能接触到他20年前藏书并费尽心机复制一本的人，顾长青迅速传令下去，东宫的暗卫倾巢而出，沿着这条唯一的线索追查。希望的火光才刚刚燃起，一盆冷水便迎头泼下。老舒利一家惨死于一场意外的大火之中，所有线索在此刻戛然而止。他们这是要将我们逼上绝路。意外的大火4个字，将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浇灭。线索断了，时间仿佛成了一道绞索，正一点点收紧，要将我们和整个墨家活活勒死。殿下，太子妃，寿康宫来人，太后娘娘请太子妃即刻前去觐见。太后，她为何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单独传召我？寿康宫内檀香袅袅，太后看上去比我想象中更加苍老，但那股久居上位的威仪，却并未因岁月而削弱分毫。压抑的沉默持续了许久，久到我的膝盖开始发麻。他就这样晾着我，仿佛我只是殿内的一缕空气。哀家近日读了一段前朝往事，说的是一位将军欲除掉朝中政敌，却苦无良机，于是他寻了一把与政敌佩剑一模一样的宝剑，命刺客行刺。事后凶器被缴，政敌百口莫辩，最终被满门抄斩。后来皇帝发现了那把真正的佩剑。那将军后来呢？2把剑一模一样，皇帝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世间竟有如此巧夺天工的仿造之术。我的心猛地一跳，借刀杀人，栽赃陷害，这不正是父亲如今的处境吗？说来也巧，哀家记得先帝也极爱那本书，当年除了赏给莫太傅一本，似乎也曾将一本一模一样的赐给了战功赫赫的老定国侯。老定国侯，燕北恒的父亲。一道惊雷在我脑中轰然炸烂。所有的线索瞬间串联，他们要杀人灭口，是因为老定国侯府上藏着另一本珍品。绝境之中，太后竟为我指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多谢太后娘娘指点迷津，云烟明白了。人老了就爱说些陈年往事，太子妃不必放在心上，回去吧。哀家不喜欢现在的皇后。我知道，今日谈话到此为止，强压下心中的波涛，恭敬退去。太后那句冰冷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也像一盏明灯，瞬间驱散了所有的迷雾。我强压着狂跳的心，几乎是跑着回到了东宫。他为难你了。
顾长青见我面色超红，呼吸急促，以为我在太后那里受了委屈，一把将我揽入怀中，眸中闪过一丝厉色。我摇了摇头，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将太后的话一字不限地复述了一遍。我明白了，定国侯府虽被抄家，但老侯爷生性多疑，必有密室藏匿着他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杀了书义，就是为了确保我们找不到另一本书。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天亮之前把那本书找出来。时间紧迫，3司会诊就在次日。顾长青立刻调动了东宫所有暗卫，连夜奔赴已被查封的定国侯府。他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心悬在半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直到天色微明，一身风尘的顾长青终于带着一个沉甸甸的紫檀木盒回到了东宫。他眼中布满血丝，却难掩兴奋。找到了！木盒打开，一本一模一样的古籍静静地躺在其中，书页因年代久远而微微泛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墨香。与那本作为最正的书相比，这本书的气韵沉静而古朴，是岁月沉淀下的痕迹，绝非伪造者仓促之间能够模仿的。大理寺公堂之上，气氛肃杀。我父亲莫太傅一身囚服立于堂下，虽面容憔悴，脊梁却依旧挺得笔直。御史言辞凿凿，坐在旁听席上的二皇子顾长英，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得意笑容，眼神不时扫向皇后，仿佛胜券在握。就在主审官即将拍下惊堂簿定罪的那一刻，一声清亮通报划破了公堂的沉寂，众人皆惊，纷纷回头。只见顾长青一身蟒袍，龙行虎步，牵着我的手，昂首踏入公堂。他的目光冷冽如冰，直掷向出堂上的二皇子。那强大的压迫感让整个公堂的温度都仿佛降了几分。此案上有天大疑点，本宫这里有第二本一模一样的古籍，请大人明鉴。2本书被并排放在案上，高下立判。伪造的那本书，纸张虽旧，墨色却新，翻页处的折痕生硬刻意；而顾长青带来的这本，早已与纸张为体，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自然的古韵。最关键的是，我儿时记忆中那个独特的藏书印，清晰地印在真书的废页上，伪造的痕迹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昭然若揭。玉座之上，皇帝的脸色已是铁青一片，他猛地拍案而起，龙目圆令，怒火几乎要将整个大殿点燃。皇帝当庭下令，将面死灰的二皇子顾长渊削去王爵，终生禁足于宗人府。皇后教子无方，剥夺其挟六宫之权，闭门思过。又有涉案人员一律严惩不贷。我看着父亲被当庭释放，激动得热泪盈眶。禁军上前，将瘫软的二皇子架起。在被拖出大殿的瞬间，他忽然回过头，越过所有惊愕的人群，死死地盯着顾长青。他没有怨毒，没有不甘，脸上反而缓缓绽开一个极其诡异的笑容，口型无声地动了动，那笑容阴冷彻骨，仿佛在说：这才刚刚开始。二皇子顾长渊被废，皇后被夺去凤印，闭门思过。朝堂之上盘根错节的势力被了根拔，京城迎来了一段久违的清明。东宫之内更是暖意融融。我倚在顾长青怀中，看他处理着奏折，烛火将我们2人的身影拉长，紧紧的交叠。他身上清冽的龙涎香，是我如今最安心的味道。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嫣儿，都过去了，有我在，再无人能伤你分毫。那些刻骨的羞辱与伤痛，仿佛被他的温柔一一抚平。可不知为何，二皇子被带走时那个诡异的笑容，总会不经意地浮现在我心头，像一根拔不掉的刺。顾长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捧起我的脸，漆黑的眸子里满是坚定。我信他，可这份平静却比想象中更早被打破。半月后，为显皇家仁德，也为洗去前段时日的晦气，太后下旨举行一场祈福会，令所有皇室宗亲及内外命婢一同参加。祈福会当日，梵音阵阵，香烟缭绕。我跟在顾长青身边，接受着人恭敬又带着几分敬畏的目光。经历了那场朝堂风暴，再无人敢小觑我这位太子妃。就连当初处处与我作对的二皇子妃，如今也只能低眉顺眼地站在角落，不敢直视我的目光。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而庄重。法会进行到一半，宫人奉上斋茶，我端起茶盏，正欲送到唇边，眼角余光却瞥见一个端着托盘的小宫女，脚步踉跄地朝我这边撞了过来。她低着头，身形瘦弱，看起来笨手笨脚，似乎是被拥挤的人群挤了一下。
身边的侍卫立刻上前一步，想将他隔开。可就在那一瞬间，那宫女猛地抬起头，她手腕一翻，托盘上的茶盏尽数落地，发出一连串刺耳的脆响。而她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尖锐发簪，直直刺向我的胸口。变故只在电光火石之间，顾长青反应更快，他一把将我拽入怀中，同时飞起一脚狠狠踹在那宫女的胸。周围的侍卫瞬间蜂拥而上，刀剑出鞘的声音在庄严的佛堂内显得格外刺耳。那宫女被踹得口吐鲜血，却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的还想往前扑，手中的毒簪在地上划出一道狰狞的痕迹。侍卫们用刀背将她死死压在地上。混乱中，他头上包裹的布巾滑落，在场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惊呼声此起彼伏。我惊魂未定地靠在顾长青怀里，心跳如擂鼓，目光落在那张可怖的脸上，我浑身猛地一颤，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了一个天灵盖。这张脸我认不得，可那双眼睛，那双充满了嫉妒、疯狂与不甘的眼睛，我至死也不会刺的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这一切绝非偶然。莫云烟、苏婉玉被侍卫死死钳住，动弹不得。他看着我，或者说是看着安然无恙的被顾长林护在怀里的我，那张毁了容的脸上竟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笑声嘶哑凄厉，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在佛堂中回荡不休。你和顾长青不得好死！你等着，很快你就会下来陪我了。他会为我报仇的！他那怨毒的声音还在佛堂内回荡，人已被侍卫们用破布堵住了，拖了下去。原本庄严肃穆的祈福会，彻底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刺搅得天翻地覆。太后与一众宗亲面色惨白，顾长青冷着脸，简单安抚了几句，便立刻带着我回了东宫。回到宫中，我依然心有余悸，那淬毒的发簪和苏婉玉疯狂的眼神，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顾长青紧紧握着我冰冷的手，眼中的温柔被一层寒冰所覆盖。他沉声道：嫣儿，别怕。当晚，顾长期亲自去了天牢，我坐立不安地等在书房，直到深夜，他才带着一身寒气回来。我连忙迎上去，他却对我摇了摇头，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疯了，或者说他已经不是苏婉玉了。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顾长谦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冷茶，一饮而尽。据他所说，天牢里的苏婉玉对所有审问都置若罔闻，无论用什么法，他都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他的眼神空洞，脸上那些被狰狞的伤疤没有一丝牵动。玄主，这是什么意思？我先附着这个陌生的召号，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不知道，我让宫中精通奇门异术的太医去看了，回禀说，他像是被人用了某种秘术控制了心智，他的神魂早已被摧毁，如今一过是一具未执行刺杀命令的死士。一旦任务失败，这具躯壳便会迅速枯萎，不出3日便会神仙难救。那他最后说的他会为他报仇，恐怕指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玄主。二皇子虽然愚蠢，但绝没有这样的手段和势力，他更像是一枚被推到台前的棋子，用来吸引我们所有的注意力。这个推断让我脊背发凉，一直藏在最深的黑暗中，冷冷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快，顾长青派出去的暗卫带来了更惊人的消息：当初负责将苏婉玉押送偏麦的官兵，在出城后不久便遭遇了一伙神秘人的袭击，全队被灭口，苏婉玉就此失踪。案卷上只记录为逃犯，不了了之。很显然是那股神秘势力将他从半路劫走，并用不知名的手段将他训练成了今日这个模样的死士。他们能轻易覆灭一队官兵，还能将消息压得滴水不漏，这股力量绝非寻常。我们之前的胜利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可笑。我们以为已经扫清了障碍，却不知只是斩除了一个巨大阴谋网暴露在外的末梢枝节。顾长青立刻下令全城戒严，并暗中搜查所有与苏婉玉有过接触的角落后，就在苏婉玉如太医所言在天牢中断气的同时，暗卫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城郊废宅中找到了他被训练时的藏身。屋子里空空荡荡，经验老道的暗卫还是在一个松动的地砖下发现了一个被遗漏的暗格，暗格里只有一样东西。被呈到我们面前时，我和顾长青沉默了。那是一块巴掌大小的令牌，非金非铁，入手冰凉刺骨。它的形式古怪，与我大夏王朝都截然不同。狼眼的通体漆黑，正面用红色2颗细小的绿色宝石，在烛光下闪烁着幽幽的斜光，充满了原始而野蛮的气息。顾长青身边的侍卫统领常年驻守边关，见多识广，他只看了一眼，便脸色大变，单膝跪地，声音都有些发沉。殿下，这是北蝶王帐的狼头令，是敌国的东西。北狄王帐的狼头令只觉得一股寒气直冲头顶，浑身血液都仿佛被冻住了。这不再是皇子间的内斗，不是后宅阴私，而是通敌叛快。他周身散出的杀气，比令牌本身还要冰冷。此事绝不可外传，将此地所有痕迹抹除。今日之事，若有半个字泄露出去，提头来见。是，殿下。苏婉玉二皇子定国侯府的残余势力，这些散乱的线索，在北狄这次词出现后，要看不见的黑线透骤然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张笼罩在整个大夏王朝上空的巨网。我立刻进宫面圣。嫣儿，从今日起，东宫的防卫会提升到最高等级，你留在宫内，哪儿都不要去，等我回来。长青哥哥，你万事小心。我知道事情的严重，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更是动摇国本的巨大阴谋。那一夜，顾长青彻夜未归，一直到第2日清晨，
他才带着一身疲惫与寒气回到东宫。皇帝显然也被这桩通敌大案彻底激怒，连夜召集了心腹重臣密议，最终当密旨下达到了东宫，命太子顾长卿全权负责，无论涉及到谁，无论官阶多高，皆可先斩后奏。这是滔天的权柄，也是悬于头顶的利剑。父皇震怒，北狄狼子野心这些年从未消停，却没想到他们的手已经伸到了京城。长卿哥哥，你来看这里，我曾在一部名为《塞外异闻录》的古籍上看到过类似的图腾。北狄王帐之下，分布部落繁多，寻常部落以狼为尊，但有一个最为神秘的部落，他们信奉的图腾是噬魂血狼，狼蛇共生，这蛇纹就是他们的标记。噬魂血狼，说下去。这个部落名为鬼帐，仅仅是说出这个名字，都让人感到一种不祥。他们是北狄的影子，专为王帐执行最肮脏、最隐秘的任务。书中记载，鬼帐之人不擅长正面冲锋，却精通两样东西：毒药和傀儡术。傀儡术，我和顾长卿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骇然。这完美的解释了苏婉玉为何会变成那副模样。她不是被人用秘术控制，而是被炼制成了傀儡死士。书中还说，鬼帐的首领代代相传，被称为玄主。大约在10年前，曾有一位玄主以使臣副官的身份潜入过京，但停留不久便销声匿迹，当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10年前，那正是燕北衡一段就握在10年前就已布下棋局的玄主手中。这盘棋下得太久，也太大了。敌人在暗，我们在明，这种感觉让人无比憋闷。鬼帐、玄主，这些线索太过缥缈，根本无从查起。长卿哥哥，我想起一件事。什么？当初燕北衡设计陷害我，找来的那些山匪口音。就在这时，一个被我忽略了许久的细节，如同电光石火般，猛地从我记忆的最深处窜了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口音非常奇特，带着一股卷舌的怪腔，根本不像我们大夏国任何地方的人。我当时只以为是哪个偏远山沟的方言，并未在意。可现在想来，那会不会就是我的第一条线索？传姑的令牌，即刻提审刑部大牢所有与定国侯府绑架案相关的山匪，姑要亲自审问。太子的行动力快得惊人，那是一种属于楚军的不容置疑的威严。看来是块硬骨头。可死士都伤了呢。城外，哭景。小心！长卿哥哥，快传御医！太子妃娘娘，太子殿下重视北狄王帐失传已久的奇毒日食，天下无界。下无节4个字，如4座冰山，轰然砸在我的心湖之上。我的长卿哥哥，那个在他最绝望时如天神般降临，将我从泥沼中救赎的男人。不，绝不！吴太医，封锁消息，从现在起，东宫上下若有半句流言传出，格杀勿论。
宣称太子剿匪轻伤，正在静养，谢绝一切探视。都听明白了吗？是太子妃娘娘。这一刻起，我就是他的盾。命令下达，东宫这架精密的机器便在我的意志下高速运转。夏无节4个字如4座冰山，轰然砸在我的心湖之上。我的长青哥哥，我最绝望时如天神般降临，将我从泥沼中救赎的男人。不，绝不！吴太医，封锁消息，从现在起，东宫上下若有半句流言传出，格杀勿论。宣称太子剿匪轻伤，正在静养，谢绝一切探视。都听明白了吗？是太子妃娘娘。这一刻起，我就是他的盾。命令下达，东宫这架精密的机器便在我的意志下高速运转。我要你活着，这不只是一句誓言，更是我为我们2人寻得的唯一生路。去北狄，求取扬言草。坐以待毙是等死，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有了父亲的支持，我心中大定。去敌国腹地，寻一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仙草。你可知此行九死一生？孙琦知道，但若不去，殿下只有死路一条。为人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夫君走向死亡；为太子妃，我亦不能让大夏储君之位因宵小之辈的阴谋而动荡。于私于公，此行势在必行。你倒是有几分哀家年轻时的样子，只可惜哀家当年没你这般的好运，也没你这般的决绝。去吧，哀家会帮你向皇上周旋。这只玉如意你带着，关键时刻或许能保你一命。暗调玄甲位，听太子妃差遣。得到太后首肯，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果然，当天下午，皇上的密诏便送到了东宫，他同意了我以为国祈福为名，前往边境的普塔寺，并暗中调派了一队最精锐的玄甲卫听我差遣。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有序进行，可我唯独算撸了顾长卿的意志。不行，姑不准，绝对不准！当我将计划告知他时，他正勉强喝下半碗参汤。听到我的话，他猛地将药碗推开，滚烫的汤汁溅在我的手背上。嫣儿，姑宁愿死。这是他第一次用姑这个尊称对我下令，语气中带着不容置回的威严与深深的恐惧。绝不许你踏入北狄半步！激动的想要坐起身，却被体内的剧毒折磨得浑身颤抖，冷汗沉沉。你听到没有？殿下，您是储君，是大夏的国运，不是您一个人的。我身为您的妻子，我的命早已与您连在一起。若您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与其在宫中苟延残喘，不如放手一搏，去寻那一线生机。无论成败，我们夫妻一体，生死与共。我的话语似乎击中了他最柔软的地方。这一次，换我来护你。他眼中的怒火渐渐熄灭，太尽无尽的悲伤与动容，却一个字说不出来，最终只能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整个人颓然地倒回枕上。长青哥哥，等我回来，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北狄，我来了。说完，我毅然起身，不再回头。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我的眼神中没有了半分柔情，凛冽的寒风如刀子般刮过脸颊，卷起漫天黄沙，迷得人睁不开眼。踏上北狄土地的第7天，我已经彻底褪去了太子妃的华服与尊贵，
换上了一身麻衣，脸上用特制的药水涂抹的蜡。我如今的身份是一个来自西域的行商，贩卖些稀有的香料和药材。主子，前面就是黑水城，是北狄最大的边境集市，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在那里补充给养。一路小心翼翼，避开大道，专走荒僻小径，可那种如影随形的窥探感却从未消失。玄主的势力在北狄盘根气节，远超我的想象。他们就像是草原上的狼，无声无息，却能嗅到任何一丝不属于这里的气息。我点了点头，拉低了头上的兜帽。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容易隐藏，也越容易暴露。这是险中求生，我别无选择。一想到顾长青还在病榻上受着剧毒的折磨，我的心便被揪得生疼，脚下的步伐也愈发坚定。黑水城内喧嚣扑面而来。北狄人的体格普遍高大，穿着毛皮，挎着弯刀，眼神幽悍。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瞥见街角一个卖皮货的摊主，他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即不易察觉地对旁边的人使了个以色。我记得情报里提过，玄主麾下的死士都以狼牙为忌，心头警铃大作。走！身后数道凌厉的杀气瞬间锁定了我，他们行动极快，如猎豹般在人群中穿梭，丝毫不顾及被撞倒的平民。林峰和另一名护卫一左一右护住我，拔出藏在货箱里的短刀。主子先走，我们断后。但我不能走，我若走了，他们必死无疑。更何况这些人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我才是真正的目标。混乱中，我看到一条窄巷，想也不想便钻了进去。巷子深处是死路，追兵的狞笑声越来越近。我背靠着冰冷的石墙，然而就在此时，巷子另一头的拐角处突然冲出几个少年，面容俊秀，却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腥。是螳螂捕蝉，黄蜂这边。不，这是那一只先袭落入了同一网的猎物。追杀那少年的黑衣人与追杀我的，电光石火间，我做出了决断。就在他挥刀扑来的瞬间，我没有后退，反而迎了上去。我将手中一直攥着的一小包香料猛地朝他脸上撒去。现在，那是我从西域商人处高价购得的迷迭香粉，无毒却有极强的刺激性，能瞬间让人涕泪横流。暂时失明，死尸头们猝不及防，惨叫一声，双眼刺痛，攻势顿时一支。林峰等人和那少年的护卫同时爆发，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刀光剑影中瞬间扭转了局面。少年被他的护卫护着，退到我身边，他捂着胸口，震惊地看着我。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救我？一个和你一样想活下去的人。不知过了多久，巷子里终于恢复了平静，代价是我的2名玄甲卫和少年的护卫都倒在了血泊上。我们趁着对方援兵未至，搀扶着重伤的少年，从一条暗道逃出了黑水城。在城外一处废弃的牧民帐篷里，我替少年处理了伤口。他一直沉默地看着我，直到我包扎好最后一圈绷带，他才开口。是北狄王庭的七王子。声音因失血而虚弱，却带着与生俱来的高贵。你救了我，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但你也要告诉我，你到底是谁？玄主的人为何要追杀你？我是大夏太子妃莫云烟，我来北狄是为了求日食之毒的解药。我心中一凛，果然卷入了王室纷争。托雷看着我，金色的眼眸中带着审视与恳求。日食？托雷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苍白，他苦笑一声。原来如此，下毒的人正是我的王兄，信奉玄主的北狄大王子。而雪山神医确实能解此毒，但他只听命于王庭的胜利者。我可以带你去找神医，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帮我从我王兄手中夺回属于我的继承权。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托雷的眼神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雪狼，闪烁着不计后果的疯狂。他说出的条件，与其说是交易，不如说是一场豪赌。赌注是他和我2个人的性命。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明白，我不是神仙，我能做的是帮你分析局势，找出你王兄的弱点。真正执行的人还得是你自己和你那些忠心的部下，帮他夺回，别无选择。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顾长青在等我。京城里的暗流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停止，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闪过一丝惊异，似乎没想到我答应的如此干脆，也如此清醒。他重重的点了点头。足够了，我王兄大王子呼和泰，他最强大的地方，也是他最致命的弱点。他并非父王最信任的儿子，所以他急于证明自己，为此不惜引入了玄主这个神秘的外部势力。玄主，我咀嚼着这个名字，苏婉玉死前的风言风语再次回响耳边。我冷声问道：你口中的玄主究竟是谁？赫赫泰为了笼络人心，神化自己，自称是受草原神明启示的玄主。他用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秘术点和药物，控制了部分部落首领，让他们对他唯命是从。他还与你们大夏的奸细勾结，目的就是搅乱你们的朝堂，让你们国力衰弱，他好趁机立下不世功，彻底坐稳继承人的位置。一瞬间，所有的线索都串联了起来，
苏婉玉的背后，二皇子的阴谋，京城的流言，乃至顾长青中的毒，原来根源全在这里。这早已不是简单的皇子争诉，而是一场内隐的巧勾结，又不仅要为长青妻解药，更要从根源上彻底斩断这只伸向大夏的黑手。我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剖析局势。你王兄既然急于求成，必然手段激进，也容易树敌。都是畏惧。他依赖所谓的玄主身份，那我们就从这里下手，击碎他的神话。他控制的那些部落首领是真心臣服，还是畏惧他的手段？尤其那些被他用药物控制的人，他们的家人私下里都在寻找解救之法。这便是我们的突破口。你立刻派人秘密联系这些部落，告诉他们你有办法解除呼和泰的控制。我们不需要他们立刻反叛，只需要他们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甚至倒戈一击。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接下来的日子，我与托雷藏身于茫茫雪原之中，化身潜伏在暗影里的猎手。我利用自己对人心的洞察和谋略，为托雷策划了一系列精准的行动。我们散播呼和泰的药方并非神赐，而是来自南疆的毒术。我们截获他与大夏内奸的密信，并将部分内容泄露给他那些最猜忌心重的盟友。我们甚至设计了一场神罚，让呼和泰在祭天大脸上当众出丑。一步步，我们将呼和泰玄主的光环撕得粉碎。那些原本被他压制的部落开始蠢蠢欲动，局势的天平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托雷倾斜。终于，在一场决定性的部落大会上，托雷联合了超过半数的部落首领，当众揭露了呼和泰勾结外敌、残害手足的罪行。呼和泰众叛亲历，狼狈逃窜。太子妃，你赢得了我的友谊和尊重，现在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托雷没有追击，他看着我，郑重地行了一个北狄最尊贵的礼节。他亲自带着我快马加鞭，翻越了数座雪山，来到了一处隐匿在冰川深谷中的幽静之地。这里住着传说中能生死人、肉白骨的雪山神医。神医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眼神却如鹰隼般锐利。他看过我默写出的毒性症状，沉默了许久。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此毒霸道无比，以蚕食人的生机为乐，天下能解此毒的人不超过3个。那您？我恰好是其中一个。求神医赐药，无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出。神医抬起眼皮，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复杂难明，仿佛带着一丝怜悯。解药我确实，只是这解药还缺一味最关键的药引。是什么药引？上天入地我都会找来。望向远处呼和泰逃离的方向，悠悠地吐出了一句话，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药引便是玄主的心头血。玄主的心头血，这6个字如同一道冰冷的魔咒，让我浑身的血液几乎停止流动。它意味着我不仅要找到呼和泰，还必须在他心脏最近的地方取得他最宝贵的血液。这不再是计谋，而是搏命。多谢神医指点。心头血。短暂的失神后，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攫住了我。我没有时间恐惧，顾长青的生命悬于一线，我必须成为那把最锋利的刀。我自会取来。转身离开神医的幽谷，我径直找到了托雷。他果然没那么容易对付。托雷，我需要你帮我设一个必死的局。呼和泰生性多疑，又极为自负，众叛亲离只会让他更加疯狂。他一定会想办法夺回一切，而他最大的依仗就是他与大夏的内奸联系。我们以身为饵，放出消息。托雷身边的南朝谋士掌握了呼和泰所有通敌的证据，并准备将其公之于众，彻底断绝他在北狄的根基。这是阳谋。呼和泰若想翻盘，就必须除掉我，抢回证据。不出所料，3日后，呼和泰带着他最后的死士，循着我们故意留下的线索，闯入了我们设在冰湖上的陷阱。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就此展开，冰面上刀光剑影，鲜血飞溅。呼和泰果然杀红了眼，亲自追来，是要将我斩于马下。我按照计划，手持一个装满假信件的盒子，在护卫的保护下向预定地点撤离。就在他一刀劈来的瞬间，我脚下的冰面轰然碎裂。这是我们早就凿开的薄冰。呼和泰躲闪不及，半个身子坠入刺骨的湖水之中。就是现在！托雷的亲卫从四周跑来，无数利箭如飞蝗般射向动弹不得的呼和泰。他虽拼死格挡，身上却也瞬间多了数道血口。趁此机会，我将早已备好的淬毒匕首狠狠刺入了他的左胸，那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大夏京城东宫之内愁云惨淡，所有人都以为太子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皇后一党蠢蠢欲动，朝堂之上暗流汹涌。终于，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踏入了这潭浑水。当今圣上的亲弟弟，一向与世无争，只爱风花雪月的靖王，竟以探病为名，带着他豢养的府兵，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东宫。他闯入寝殿，看着病榻上脸色灰败，似乎下一刻就要断气的顾长青，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贪婪与得意。靖王胜券在握，一步步走向龙床，伸手便要去拿床头的太子金印。殿下，你身子如此虚弱，不如将太子金印交由本王暂为保管，也好安心养病啊。然而，他的手还未触及金印，就被一只大手死死扣住。本该奄奄一息的顾长青，不知何时已坐起身来，眸光如鹰，哪里还有半分病容？皇叔等你很久了，你的毒，若不如此，又怎能引出皇叔这条藏得最深的毒蛇？拿到心头血后，我换上最快的汗血宝马，不眠不休，日夜兼程的向京城飞驰。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长千哥哥，等我，一定要等我回来。风雪模糊了我的视线，寒冷麻痹了我的四肢，唯有怀中那瓶滚烫的心头血。终于，在身体即将崩溃的边缘，我看到了熟悉的巍峨城墙。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策马冲向东宫，连滚带爬地闯入他的寝殿，嘶哑地喊道：“长青哥哥，解药我拿回来了。”顾长青安然无恙地坐在窗边的软榻上，手中捧着一卷书。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等你。正抬眸看向我，眼中是化不开的温柔与心疼。他对我微笑着，仿佛已经等了1000年。我衣衫褴褛，发丝凌乱地贴在冻得青紫的脸颊上，手中紧握着那用性命换来的玉瓶，像个从地狱爬回来的疯子。而他顾长青死也要拯救的人，却衣冠整洁，神情安然，除了脸色略显苍白，竟无半分垂危之上。脑中那根紧绷到极致的弦，啪的一声断了，指尖一松，那盛着呼和泰心头血的玉瓶脱手而出，清脆地摔在光洁如镜的砖面上，殷红的液体溅开，如同一朵开在绝望之上的血色莲花。他豁然起身，几步跨到我面前，长臂一伸，将我摇摇欲坠的身体揽入怀中。熟悉的龙涎香瞬间包裹了我，温暖的让我几乎落下泪来。可下一瞬，滔天的委屈与怒火却席卷了我的理智。你骗我！我的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子从喉咙里剜出来的。我用力推开他，双眼因愤怒而赤红。为什么？他看着我空洞而绝望的眼神，脸上闪过浓烈的痛楚，伸手想再抱住我，泪水终于决堤，混合着连日来的恐惧、疲惫与绝望，都杀出一条血路，我差点就死在那里了。而你却好端端的坐在这里看书，这一切是不是很好玩？顾长青没有躲闪，任由我的拳头无力的捶打在他的胸口。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将我死死的禁锢在怀里，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嫣儿，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中的毒是真的。日夕之毒险些要了我的命。就在你离开的第2天，皇祖母、太后娘娘送来了一颗先皇留下的续命金丹。”他将我的头按在他的肩上，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我不想让你去北狄，那里太危险了，怕我等不到你，更怕你回不来。可我拦不住你，我只能在你走后拼尽全力为你扫清京城所有的障碍。嫣儿，我每日都在煎熬，怕你受伤，怕你遇到危险，更怕我的计划失败，让你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水。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敲碎了我心中的愤怒，只剩下无尽的心疼。原来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对方拼命，他所承受的煎熬一点也不比我少。我再也支撑不住，在他怀中放声大哭，过去，将所有的委屈与后怕尽数宣泄。他只是静静地抱着我，轻抚我的后背，一遍一遍地低语：“我在这里。”许久，我哭声渐歇，他才将我打横抱起，走到软榻边。他的眼底满是血丝，下颌也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可见这段时日，他也未曾有过片刻安宁。他忽然从一旁的案地上拿起一本书，递到我面前。我定睛一看，竟是那本当初皇后赐下，命我抄写100遍，以洗清晦气的女诫。我心中一刺，不解地看向他。吴妻云烟，有倾国之才，更有定国之志。孤身赴险，解国之危难，以女子之身行将帅之事，实乃国之瑰宝，吾之挚爱。是有女诫不过束缚庸人，于云烟何须一字加身？
写完，他放下笔，深深地看着我，一字一句，郑重无比地补充道：“此生有你，夫复何求？”那一行行力透纸背的字迹，仿佛还带着顾长青手心的温度。我指尖轻轻拂过“无知挚爱”4个字，心中最后一点因欺瞒而生的戒隙也彻底烟消云散。我们之间再无隔阂，唯有历经生死淬炼出的密不可分的信任与依赖。风波平定后的日子，安稳的像是偷来的时光。我不再是那个需要被护在身后的莫云烟，顾长青也未曾将我禁锢于东宫的锦绣繁华之中。他会带着我一同批阅奏折，听我分析朝局利弊，我也会陪他于万军之中操演练兵，身姿矫健如龙。我们是夫妻，更是并肩而立的战友。这日午后，我正与顾长青在书房内对弈，一名东宫卫悄无声息地出现，单膝跪地，呈上一份来自北境边关的密报。顾长青展开字纸，深邃的眼眸中掠过一丝复杂难明的情绪。他看完后，并未如往常般直接将密报投入火盆，而是沉默了片刻，抬头看燕儿，燕北恒疯了。我执棋的手微微一断，棋子落在棋盘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哒声，心中却无波无澜，仿佛在听一个早已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密报上说，定国侯府与北狄勾结，意图谋逆的罪证传到边关流放地后，燕北恒彻底垮了。他无法接受家族的覆灭，更无法接受自己从天之骄子沦为叛国贼子，整日衣不蔽体，在流放营里胡言乱语，时而高喊自己是定国侯，时而又哭喊着是被人陷害。与记忆中那个高高在上用滚水烫我双手的燕北恒已经判若两人。边关守将问，是否要将他单独囚禁？燕儿，你若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可以安排。若是从前的我，或许会渴望这样一场居高临下的审判，用他的痛苦来慰藉我曾经的伤痕。不必了。但此刻，我只是静静地摇了摇头。长青他对于我而言早已是个无关紧要的过客，我的世界里只有你，有家国天下，我为何要为了一个早已被我抛在身后的尘埃再回头看一眼？我站起身，走到他的身边，握住他温暖宽厚的手掌。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我们交握的手上，暖意融融。所有的仇恨与伤害，在我决定为你奔赴北狄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放下了。因为我知道，我有了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守护。燕北恒是谁，过得如何，与我何干？他的结局是他自己的选择，不是我的。好，都听你的。我不再是那副来证明自己强大女子。我的强大源自我身边这个爱我至深的男人，源自我们共同所守护的这片江山。又过了几日，关于燕北恒的第二份密报被送了进来。这一次，顾长青看完后沉默了更久。燕儿，燕北恒死了。他走到我身边，将我揽入怀中，下巴轻轻支我的发顶。我的心轻轻一颤，算不上意外，却也有一丝尘埃落定的唏嘘。守将说，他是在一个雨夜里冲出营敌，摔下悬崖的，尸骨无存。找到他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狱卒说，他死前没有喊苏婉玉，也没有喊你的名字。那他喊了什么？燕北恒。顾长青抱着我，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吐出3个字。他至死念着的都是他自己，那个自负到极致，以为全世界都该围着他转的男人，最终也只剩下他自己。他不是被我毁掉的，也不是被太子毁掉的，他只是彻彻底底的毁于他自己那病态的傲慢与自负之下。燕北恒的名字就如同一粒被风吹散的尘埃，在我心中再也激不起半点涟漪。他的死不是一个值得庆祝力，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平静将我包裹。过去种种如过眼云烟，而未来却在眼前清晰地铺展开来，金光万丈。自北狄之事尘埃落定，二皇子党羽被连根爬起，朝堂之上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
顾长新的储君之位已经不是稳如泰山，而是坚不可摧。而我莫云烟也不再仅仅是那个被太子从泥淼中救出的太傅之女，我的名字早已随着那些惊心动魄的传闻响彻了整个京城，再无人敢非议我的过去，再无人敢用失真来衡量我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敬畏，是钦佩，甚至是一种传奇般的仰望。3日后的大朝会，气氛庄严肃穆。皇帝破例准我随侍太子身侧，立于丹壁之下，百官之前。这是开朝以来从未有过的殊荣，无异于向天下宣告，我莫云烟不仅是东宫的太子妃，更是未来国朝的女主人。我身着正红色宫装，头戴9凤朝阳冠，仪态端方地站在顾长青身边，目光扫过阶下俯首的文武百官，那些曾经或同情或北夷或幸灾乐祸的视线赐予臣服。我清楚地知道，这份尊重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用血与泪一步步走出来的。太子顾长青监国期间，明察秋毫，铲除奸佞，于国有大功。太子殿下千岁！太子殿下千岁！顾长青神色肃然，微微颔首。太子妃莫氏聪慧果断，有勇有谋，孤身入险境，为国除大患，慧眼识奸计，助楚军安邦，实乃朕之佳习，当为天下女子之楷模。朕闻民间有言，国之栋梁，朕心甚慰，此言不虚。心中激荡。自今日起，朕年事已高，诸多政务便交由太子与太子妃共同参详处置。6部9卿凡有要事，可先行管报东宫。我能感觉到身旁的顾长琴握着我的手，微微用了力，那股力量温暖而坚定，仿佛在告诉我，别怕，你值得。朝会散后，我随顾长锦回到东宫的书房，这里早已不再只是他一个人的天地。我的书案就设在他的旁边，上面摆放的不再是诗词歌赋，而是各部递上来的堆积如山的奏折。自这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东宫的女主人，而是与他同坐一室、共掌政务的人。我拿起一份关于江南水患的奏报，细细研读，眉心微蹙。长青，赈灾2款虽已下拨，但若不能从源头上疏通河道，只怕明年汛期，百姓仍要遭殃。依我看，当效仿前朝，以工代赈，既解了灾人生计，又能一劳永逸。顾长谦放下手中的兵部文书，走到我身边，看着我圈点出的关键之处，眼中满是欣赏与柔情。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身后轻轻环住我的腰。嫣儿，你看，这便是我们的江山。是啊，这便是我们一同规划的蓝图，一同守护的天下。我们一起将它变得更好。当晚，顾长青被皇帝单独召入了御书房，我有些心神不宁地在殿内等候，不知父子2人会说些什么。直到深夜，他才带着一身清冷的月色回来。父皇都与你说了什么？顾长青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深深地看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比星海还要璀璨的情绪。他忽然将我一把拉入怀中，紧紧抱住，力道之大，仿佛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里。嫣儿，他在我耳边喃喃，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父皇对我说。他顿住了，似乎在平复内心的激动。他说：“长青，你能娶到云烟，是你此生最大的福气，也是我大夏的福气。”皇帝的话语如同一道惊雷，又如同一阵暖流，在我心间爆开，瞬间将我所有的不安与惶恐都涤荡得干干净净。我靠在顾长青坚实的胸膛里，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鼻尖酸涩，眼眶却滚烫的厉害。长青，这世间曾有千万人指责我名节有亏，配不上东宫之位，可到头来，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君主，是我的公公，是他最敬爱的父亲，亲口承认了我的价值。许久，他才缓缓松开我，捧起我的脸，用指腹轻轻拭去我眼角的湿润。今夜月色正好，嫣儿，陪我走走。他的眸光在烛火下温柔得像一汪深潭。我点了点头，他牵起我的手，十指紧透，带我走出我的书房，穿过幽静的回廊，一步步登上了东宫最高的观星台。这里与宫墙相连，视野开阔，足以将整座灯火璀璨的京城尽收眼底。晚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吹拂起我的发丝与裙角，将我整个人拢在它的气息里。我们并肩而立，俯瞰着脚下那片由万家灯火汇聚成的星河，久久无言。
嫣儿，你还记得吗？那一日，你也是一身红衣，却被绑在游街的木车上。我记得，我还记得是殿下策马而来，如神袭降临，将我从泥淖中捞起。那时候我在想，这个男人是我莫元烟记忆的尘封，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曾是我不愿触碰的噩梦。可此刻听他云淡风轻的提起，我心中竟没有一丝刺痛，只剩下恍如隔不世的平静。是啊，那时的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在那条长街上走到了尽头，每一句嘲讽，每一道鄙夷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凌迟着我的尊严。我甚至不敢想象，明天会是怎样更加黑暗的地狱。不，你才是自己的光。我只是拨开了遮住你光芒的乌云，从在北狄斡旋王室到制破朝堂奸计，你所展现的智慧与坚韧，早已超越了京城所有的男子。嫣儿，你从来都不是需要被拯救的娇弱闺秀，你只是需要一个能让你尽情施展才华的天地。我曾立誓，今生今世只有莫云烟一个女人。那时我怕你不信，怕你被世俗所扰，更怕你因燕北衡的背叛而不再相信情爱，所以我用最重的誓言来捆绑自己，也想给你一丝心安。但现在嫣儿经历了这么多，我想你该知道了，这誓言早已无关天打雷劈，也无关皇权富贵，它只关乎我的心。过往所有的疑虑在这烟消云散。我顾长卿的心很小，小到此生只能装下你一人，没有你，这万里贵为储君，未来会有无数的身不由己。可现在我懂他的爱，我再也不是那个需要誓言来寻求安全感的莫云烟了。我踮起脚尖，主动吻上了他的唇。这个吻，没有初见时的羞涩，没有重逢后的激荡，只有历经风雨后的温存与默契。良久，唇分。我凝视着他，眼底是从未有过的坚定与璀璨。我的殿下，这盛世，我们将一同守护。京城的秋意愈发浓了，但今年的秋风不似往年萧瑟，反而带着一股沁人心腑的果木清香。今日是大夏朝100年来最盛大的日子，太子顾时参临登基称帝。更世人震惊且传为佳话的是，新帝登基的特许皇后与朕同御太和殿，共理朝纲，废除后宫炫秀，终此一生为后一人。晨曦微露，莫云烟坐在铜镜前，春和的手有些颤抖。他小心翼翼地将那顶重达9斤、缀满9龙4凤的凤冠戴在莫云烟的发顶。镜中的女子眉如远黛，目若秋水，那股清冷才女的气质中，如今更多了一份历经生死后的从容与威严。他忽然想起大婚前夕，燕北衡拿出的那件粗鄙的妾室喜服，想起那块写着不洁贱妇的牌子。娘娘，燕北衡若泉下有知，看到您今日的模样，怕是连鬼都坐不安稳。他早已不配出现本宫的念头里。就在这时，殿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顾长卿身着明黄色的9龙驾服，头戴12粒冕冠，大步流星地走入，平退左右后，他走到莫嫣嫣身后，双手搭在她的肩上。准备好了吗？长卿，这凤冠很重，朕与你一同担着。顾长卿俯身，在他额间印下一吻。走，去让这天下人看看朕的皇后是何等风华。太和殿前，白玉阶梯如云海般蔓延，文武百官分别两侧，旌旗蔽日，鼓乐齐鸣。当顾长卿牵着莫嫣嫣的手，一步步踏上那至高无上的台阶时，整座京城似乎都安静了下来。莫云烟俯瞰下去，他看到了父亲莫太傅老泪纵横，那是欣慰与自豪。他看到了曾经嘲讽过他的贵女们深深低下的头颅，那是敬畏与臣服。在登基大典的最后，顾长卿并未直接坐上龙椅，而是牵着莫云烟走向了太和殿外的汉白玉露台。传朕旨意，朕知江山有其半数之功，自今日起，凡绑皇后名节者，同谋逆；凡轻女子之财者，不入仕途。朕要这天下人知道，德在心，不在行；财在志，不在身。莫云烟站在风中，看着这锦绣山河，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洗清了所有的污名。他不是谁的附属，不是谁的妾室，他是这盛世江山的缔造者之一。